今天介绍这部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圣诞夜袭》，重口味都杀疯了。故事要从1963年的平安夜讲起。叔叔尼克给阿杰讲完睡前小故事后，为了让阿杰尽快睡觉，就告诉他再淘气，等下会有个圣诞老人拿着大斧子到这里来，吓得阿杰赶紧闭眼睡觉。阿杰的父母正在听着收音机，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，意思是有个暴力连环杀手亨利从精神病院逃离，携带武器，很危险。今年45岁，在阿杰家附近有位穿着圣诞老人服饰的男人被残忍的杀害，然后被扒光了外衣。警方估计这是连环杀手亨利做的案，现在已经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乱窜。警方展开全力搜捕。珍妮就有点惊慌，因为案发点离这里只有几公里的路程。皮特表示不用惊慌，杀手肯定早就跑了。现在把全家门窗都锁好就行。珍妮定了定神，就照做了。半夜，阿杰被推门的声音吵醒，他看见圣诞老人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长柄斧，吓得阿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大声呼救。很快，珍妮和皮特先后来到，安慰阿杰，让他不要再做噩梦了。Santa was here. He was after me. He wanted to hurt me. I must have heard the radio. Sweetie, no, you just had a bad dream. That's all. 然后让阿杰好生睡去。画面一转，在1楼的客厅，圣诞老人的手从壁炉旁拿起一把钩矛，而皮特已经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了。皮特就这样去领了盒饭。接着圣诞老人拿着长柄斧走上了2楼，然后推开珍妮卧室的房门。等珍妮看清楚已经晚了，顿时残肢连飞，番茄汁乱飘。那个场面要是放出来，马赛克都要不够大。阿杰听见了母亲惊恐的叫声，吓得跑了出来。然而他却看见了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，母亲就死在他的眼前，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，不过逃生的本能还是有的，飞快地跑到1楼，打开房门跑了出去。看完这一幕，这个肃杀氛围在猛烈的击杀中被营造了出来。这个圣诞老人最后被抓住了吗？阿杰的命运如何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时间来到了1980年圣诞节的前夕，阿杰在女友小乔的陪同下去看了心理医生。近来阿杰精神方面的疾病恢复的不错，其实他已经在精神病院治疗了10多年，近期才出的院。不过要定期去心理医生那里复查和开药吃。现在心理医生经过评估，认为阿杰可以出远门，最好回一趟老家，直面当年的惨案，那样有助于阿杰最终恢复健康。这下阿杰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于是跟小乔商量完后，决定回一趟老宅子，跟玛丽阿姨他们家一起过个圣诞节。玛丽是母亲唯一的亲妹妹，多年前玛丽的老公死后收入大减，导致居无定所，是阿杰把老宅子免费给他们全家住的。但是玛丽对阿杰很有意见，因为是他一个人继承了所有的财产，而且治疗期间花费了大量的美刀，这让玛丽十分的生气。这还是阿杰17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老宅子。玛丽早就在门口等候着，对于阿杰的到来，玛丽非常的热情，外人根本看不出两人有啥矛盾。表哥阿迪也出来迎接，总之看过去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没想到玛丽竟然还聘请了工人老卡做事，这个让阿杰非常的吃惊。看样子玛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差。随后玛丽安排阿杰和小乔回到他妈妈珍妮当年所在的卧室住下，这一点阿杰觉得玛丽安排的很周到。阿杰发现屋里竟然还有一个圣诞老人的模型，气得他把这个东西扔进了垃圾堆里，无意中看见了小时候的玩伴阿夏，两人相见很是亲切。尽管他们有17年没见过面，但是阿杰一眼还是认出来，这点让阿夏非常的欣慰。说了一会，两人约好改日再好好聊聊。晚上大家在一起喝酒，也是面和心不和，尤其是那个表哥阿迪，巴不得阿杰早点回精神病院，这让阿杰很伤心，就早早的回房休息了。那成想房间多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的落款人竟然是那个连环杀人犯亨利，吓得阿杰也没拿完纸条，就赶紧走出房门把小乔叫上来。两人回来再一找，怪事出现了，怎么也找不出来。小乔就想知道上面写着啥。 Welcome home. I'll see you very soon. Signed HB. As in Henry Bates. 小乔就认为阿杰太累了，可能精神方面出现幻觉，但是阿杰坚决否认。半夜阿杰突然被怪声惊醒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圣诞老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，拿着一把长柄斧对着阿杰就狠狠地劈了过来。还好阿杰被吓醒了，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。
第二天也是离圣诞节还有24小时，阿迪抓着老卡狠狠批评了一通，意思是让他穿上圣诞老人的服饰，目的就是去吓唬阿杰，让他的精神病复发，否则来年可没有工资发给老卡了。阿杰也不吃早餐，就单独去阿夏家里坐一坐，不需要小乔陪着。他一看正好，他根本也不想去，然后跟阿迪聊了起来。阿迪就问昨晚那个纸条的效果如何，小乔表示那张纸条可起作用了，吓得那家伙半夜也没有睡好。阿迪听闻都笑死了，哇塞，搞了半天小乔跟阿迪他们是一伙的。看样子阿杰这次麻烦了，他被自家的亲戚射绝了。看样子玛丽他们是来夺取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。另一边，老卡正在仓库里做事，突然一个木门反复的合上后关闭，这时里屋传来声响，老卡就走了过去一看，哎呀，竟然是圣诞老人。瞬间老卡的一只手被砍了下来，接着圣诞老人对着老卡的头部使劲砍去，老卡简直是死不瞑目啊。与此同时，阿杰和阿夏聊得很投机，还认识了本地的副警长沃顿，他在追求着阿夏，但是阿夏并没有打算和沃顿谈恋爱，至今还是单身。两人在一起聊了好几个小时，在这个期间，小帅拿了一份伪造的房屋转让协议交给了玛丽，这家伙是本地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，所以他有这个便利条件，不过他开价很高，玛丽也答应，不过要等房子过完户卖出去才能给他钱。小帅多说了几句就被阿迪赶了出去，他走到院子里简直气坏了，口里不停地谩骂着。然而怪事却发生了，一根节日的灯绳竟然朝着地下室的方向缩了回去。小帅看见了，当然觉得很好奇啊，于是走了过去看看。小帅就这样领了盒饭，屋里玛丽母子俩正在为谁来伪造阿杰的签名感到头痛时，没想到小美主动拿笔试了一下，哎呀，这个完全超出阿迪的想象，大概模仿到有90%的模样。这下妥了，玛丽就把假文件交给小美签字，小美牛逼的一甩，直愣愣的望着玛丽，玛丽自然开心不已，剩下的只要他们把阿杰送到精神病院就完事。但是小乔却不干了，他想拿大头，因为他花在阿杰身上的时间最多，前后加起来都有半年了，并且还是他说服他回来过圣诞节。玛丽当场否决，小乔表示如果他们不同意，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阿杰的，而且他还能做到让阿杰相信他只是无辜的旁观者。只给玛丽1天的时间考虑，然后潇洒的走开，气得玛丽哇哇乱叫。阿杰跟阿霞约好邀请他今晚来家里喝酒，这是他们平安夜的一个传统活动。阿霞同意了。当阿杰回到家中，看见玛丽3人站在一起，好像在商量着什么。If I didn't know better, I'd say it looks like you're plotting something. 这个笑容也太假了。阿杰回到房间里，他又看见了一张亨利的留言条，这次他小心的放进口袋，走到了窗前。圣诞老人竟然拿着长柄斧站在树下，然后直勾勾的望着阿杰这边。这次阿杰反倒不害怕，还走了下来。只见圣诞老人反身走进了谷仓，阿杰走了进去。他先是看见了老卡的那只断手，接着看见已经死去多时的老卡，吓得阿杰哇哇大叫，连连后退，一个没踩稳，竟然倒地撞晕了。等阿杰醒来，他们就报警了。结果是沃顿来到这里，经过他的查看，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。阿杰所说的那些都不成立，唯一存在的就是老卡的确不见了。不过玛丽他们都知道他酗酒，肯定倒在某个地方睡觉去了。不过阿杰最后想起来，身上还有亨利的留言条，可是怎么找都没有找到，那是肯定的，因为小乔就坐在他的身边，他的手就放在他的身上，早就被他偷走了。阿杰觉得自己是不是快疯了，因为今晚是平安夜，所以沃顿也要及时回家。不过阿杰请求他帮忙调查一下亨利是否离开了精神病院。沃顿想了想就答应了。完事后，阿杰觉得自己要回去休息下才行。另一边，圣诞老人在库房里拿走了一双冰刀鞋，接着阿夏跟父母告别，前往阿姐的家。母亲艾琳老是觉得有人敲自家的房门，所以他就去房门处看看。这时圣诞老人拿着冰刀鞋出现在阿夏继父的身后，直接把冰刀鞋插入他的后脑里。哇塞，这要多大的力气才能办到？等艾琳转身回来看见，尖叫不已，那个圣诞老人又出现在他的身后，拿着长柄斧砍向艾琳的胳膊，3、5几下艾琳就嗝屁了。阿夏来到阿姐的家中，
大家开始喝酒庆祝平安夜的到来。小美发现红酒快喝完了，就让阿迪去地下室拿一些上来，但是遭到了玛丽的阻止。她表示红酒就在厨房里，她起身去拿过来。接下来又是不欢而散。阿迪老是刺激阿杰的情绪，最后阿杰发怒了，表示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他。And you can only stay here as long as I say so, and not a second more. One more step out of line, and that's it. Now I'm personally rooting for you to end up in the gutter. 然后气呼呼的回房了。阿夏就跟着回房劝他。不久，小美拿着那份伪造好的文件，悄悄塞进了阿杰的门缝里。阿杰拿过来一看，顿时气坏了，立即转身到了楼下找玛丽理论去了。一开始玛丽还不承认，不过小乔确实惊呆了，因为有人赶在他之前把这件事捅了出来，也就意味着小乔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。阿迪一看也不想装了，就把灾祸先引导到小乔的身上，强行从他包里找出纸条。这下阿杰更加的愤怒，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友竟然跟他们是一伙的，这下所有人都不装，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。阿杰决定立即报警，玛丽表示等下警察来了，老卡的尸体就会出现，到时阿杰就必须跟警察解释老卡是怎么被杀的。原来是玛丽他们把老卡的尸体藏了下来，阿杰强调老卡不是他杀的，于是就回2楼休息一下，现在他的脑子不够用了。接着玛丽就把小乔赶出去，走之前小乔坚决表示肯定会报复的。随后阿迪就怀疑这件事是小美干的，可是小美一脸的无所谓。看到这里，咱们可以发现阿杰掉入了玛丽阿姨设好的圈套，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财产。那么阿杰能否逃出玛丽的魔掌？这个圣诞老人到底是谁？接下来拭目以待。小乔刚刚走出来，就被圣诞老人拿着斧子从后面把他劈死。与此同时，沃顿终于搞清楚了亨利是否还在精神病院，于是拨打阿杰家里的电话，可是无法打通，他只好开车前往阿杰的家中。小乔回到家中，看见这一幕的惨景，顿时无法接受，实在太血腥了，然后就往阿杰的家跑去。阿杰正在房间里待着，阿迪和小美就过来道歉，他们是担心阿杰今晚就要把他们赶走。这个阿迪做事从来不动脑子，现在想明白了，就过来补漏，对刚才出言不逊表示道歉。阿杰正在考虑是否原谅他，突然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圣诞礼盒，拆开一看，哇塞，里面是一个小心脏啊，还有温度的，吓得阿杰直跺脚。小美觉得可能是竹心，但是阿杰觉得像是小乔的，因为他发现小乔已经不见好一会了。阿迪就认为是阿杰杀了小乔，三个人就在那里争吵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阿夏哭着跑回来，先喝了一杯酒压压惊，然后诉说了家里惨样。这下所有人惊呆了，难道是亨利真的在这里不成？阿杰赶紧打电话报警，可是电话无法拨通，想让有人把电话线扯断了。现在大家也不吵了，阿杰就让阿迪去把车子开过来，大家一起逃命去吧。然而当阿迪到了车子旁，这才发现轮胎都被扎了好几个洞，2辆车子都无法使用，吓得赶紧回房。这时小美到处找不到玛丽的踪影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门窗锁死，等到天亮大家就分头行动起来。这时通向地下室的房门突然打开，圣诞老人拿着长柄斧走了出来，吓得4人跑到了一个房间，把门锁死。几个人还在里面互相责怪的时候，圣诞老人劈开了房门，在强大的冲击力之下，阿迪被动的撞烂了玻璃窗，然后倒在地上不起，显然是受伤了。随后圣诞老人赶到，足足劈了好几下，才把阿迪活生生的劈死，他也是活该啊。接着圣诞老人反身把小美抓住，然后塞进了红色装礼物的袋子里，扎起来，就像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。另一边阿杰和阿夏躲进了地下室，他们发现竟然有人住在这里，他们就搞不懂了。阿杰看见墙壁上挂着一把长柄斧，于是就拿下来做武器。阿夏无意中看见了小帅的尸体，吓得尖叫不止。就在这时，圣诞老人把小美扔了下来，眼看他就要冲下来，这时玛丽出现了，他用高跟鞋的鞋跟敲晕了圣诞老人，然后到了1楼。这时玛丽想起来有钥匙放在2楼，就要回去拿。圣诞老人醒来就躲了起来，下一秒沃顿开着警车赶到，发现房门已经被锁死了。阿夏就在里面大叫着，沃顿开枪把房门打烂，冲了进去。这下2人放心了。阿杰表示这里被杀的人都是亨利干的，沃顿表示了否定。他刚才了解到亨利已经死了3年。阿杰一听这才想起那个晕倒的圣诞老人，就去地下室的房门处看看。就在这时，圣诞老人出现在沃顿的身后。沃顿也太惨了，阿杰拿着斧子返回就要反抗，这时玛丽拿着枪出现在他们的身后，随后2人被打晕了。
等阿杰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，玛丽拿着枪指着自己。原来玛丽一直怨恨着姐姐珍妮。本来阿杰的父亲皮特是跟他在谈恋爱的，被珍妮插一脚，结果人生就发生了改变。皮特家很有钱，不用做事情都活得很滋润，所以玛丽更加气得要死。所以他当年就联合了尼克杀了珍妮和皮特。那个亨利的连环杀人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，那只是一个误会而已。他以为能继承一部分的遗产，可是结果事与愿违啊。接着他把尼克叫了出来，他早已经疯掉了。他们这个家族有精神病的聚集的传统，他被玛丽藏在地下室快17年了。阿杰于是就刺激玛丽，明确告知阿迪已经被尼克杀害。玛丽气疯了，就问尼克怎么回事，尼克也不敢正面回答。玛丽痛哭不已，然后拿着枪先是对着阿夏就是一枪，接着就要打死阿杰。这时尼克慢慢悠悠地站起来，用灯绳勒死了玛丽。他的精神病开始发作了。阿杰趁机挣脱了绳索，抄起来长柄斧抡圆了挥过去，瞬间就把尼克的脑袋砍掉。随后阿杰被警察抓走。3天以后，阿杰被无罪释放。他找到了劫后余生的阿夏，两人恋爱了。影片到此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吧，圣诞节也快到了，每年都会有这样恶搞圣诞老人的影片，长久不衰。今年这部就比去年的要好看很多。片荒的时候看个乐子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